保羅的肉體荊棘、疾病、試探，還是人？你有沒有過這種經驗？在公司裡，明明某個人工作能力超強，簡直是解決問題小天才，可偏偏他身上有個致命的弱點，可能是脾氣火爆，可能是健康狀況不佳，甚至是難以相處的人際盲點。於是你會納悶，為什麼這麼厲害的人偏偏帶着這樣的缺陷？其實這個問題不只是我們現代人會遇到，早在2000年前，偉大的使徒保羅也曾經為一個無法擺脫的問題掙扎。保羅稱它為肉體上的一根刺，或稱荊棘。這段記載出現在哥林多後書12章7到10節，是聖經裡最耐人尋味的經文之一。究竟這個荊棘是什麼？疾病、屬靈試探，還是一個專門來搞破壞的人？今天我們就要一起來拆解這個難題。哥林多後書12章7到8節，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啟示甚大，就過於自高，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體上，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擊我，免得我過於自高。為這事，我3次求過主，叫這刺離開我。這裡的畫面相當戲劇性。保羅承認自己得到許多屬靈的啟示，為了不讓他驕傲，神允許有一根刺存在。這刺被描述為撒旦的差役，令人痛苦，甚至3次懇求神挪去，但結果卻是神沒有拿走，而是對他說：我的恩典夠你用的，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。問題是，這根刺到底是什麼？歷代學者、神學家爭論不休，至少出現了3大解讀方向。解讀1，肉體疾病，身體的限制。有一派認為，這根刺就是某種身體疾病。支持理由1，保羅多次提到身體上的軟弱，例如在加拉太書4章13到15節，他暗示自己因肉體有病，才初次把福音傳給加拉太人。2，在加拉太書6章11節，他寫道：請看我親手寫給你們的字是何等的大。許多學者推測，他可能眼睛不好，必須寫大字。3，這與刺的意象相符，不是致命的傷害，但長期存在，令人難耐。現代類比，想象一位頂尖鋼琴家卻患有慢性關節炎，或者一位國際級籃球明星卻時常受傷，無法全勤。這種痛苦不僅是肉體的限制，更是心理上的折磨。如果保羅的荊棘真是疾病，那麼他的經歷提醒我們，即便是最忠心的僕人，也不會免於身體的軟弱。解讀2，屬靈試探，心靈的戰場。另一派認為，這根刺不是疾病，而是屬靈試探或內心的掙扎。支持理由1，撒旦的差役這個詞，在保羅語境裡，往往指邪靈的攪擾，而非單純疾病。2，保羅在羅馬書7章承認自己與罪性不斷征戰，立志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。3，有些早期教父認為，保羅可能指的是情慾的掙扎，這在當時禁慾風氣盛行的教會中是非常合理的猜測。現代類比，就像一個人人稱讚的牧師，可能私底下仍在與網絡色情、權力慾望或自我驕傲奮戰，他外表在屬靈，內心卻有一根不斷刺痛的荊棘。如果這是真的，那麼保羅的荊棘提醒我們，沒有一個屬靈領袖是完美無瑕的，他們也需要神的恩典來支撐。
解讀3人際困擾難纏的對手。還有一種觀點認為，這根刺不是身體或心靈，而是某些具體的人。支持理由： 1. 保羅在書信中屢次抱怨假使徒、敵對者，常常反對他的人。 2. 哥林多後書上下文正是在處理保羅的使徒權柄被質疑的問題，或許他所謂的撒旦猜疑正是這些逼迫他的人。 3. 在猶太文化裡，刺也常用來比喻惡人的攪擾，參考民數記33章55節。現代類比，這就像公司裡的職場克星，總有人不斷挑戰你的權威，扯你後腿，讓你做什麼都不得安寧。保羅可能就在面對這樣的人間荊棘。如果這是事實，那麼這根刺提醒我們，神有時候並不會立刻除掉我們生命中的對立者，反而要我們在這種張力中經歷他的能力。無論這根刺究竟是疾病、試探，還是難纏的人，有一點是清楚的，保羅3次求神挪去，但神沒有答應。這是不是很令人震驚？照理說，保羅這麼忠心，為福音付出這麼多，難道神不該體恤一下嗎？為什麼要讓他帶着這根荊棘繼續前行？答案在神的回復裡，我的恩典夠你用的，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。這是一個翻轉的視角。神沒有讓保羅完美無缺，反而透過軟弱，讓他更深依靠神的能力。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刺，可能是慢性的病痛，可能是反覆掙扎的罪，可能是一個讓你抓狂的對手。我們常常想，如果這個問題解決了，我就能更好的服侍，更喜樂的生活。但保羅的經歷提醒我們，有時候神的恩典不是拿走刺，而是讓你帶着刺，卻依然能活出他的榮耀。有位世界級的運動員，從小患有嚴重的氣喘，醫生甚至說他不適合劇烈運動，但他偏偏愛上跑步。每一次訓練都伴隨着呼吸困難和痛苦，很多人笑他，你這樣子怎麼可能成為選手？但他沒有放棄，而是用更多毅力訓練，學會調整呼吸與節奏。最後，他真的站上國際賽場，甚至奪得獎牌。他說，氣喘是我的荊棘，但也是他讓我學會比別人更努力。沒有他，我不會成為今天的我。這個故事讓我們看見，荊棘不是單純的阻礙，它也可能成為塑造的力量。結語：荊棘的福音。保羅的荊棘至今仍是未解之謎，也許正是因為神要我們每個人都能對號入座。如果你正面對疾病，這段經文告訴你，神的能力能在軟弱中顯現。如果你正面對內心的掙扎，經文提醒你，恩典比失敗更大。如果你正面對人際的對手，這段經文鼓勵你，荊棘可能不會消失，但你仍然可以因神得勝。最後，我們可以這樣總結，保羅的荊棘不只是個人的痛苦，更是恩典的舞台。它讓我們看見，神不一定改變環境，但他一定改變我們。總結一句話，荊棘未必會離開，但恩典永遠不會缺席。